能活到90岁的老人，基本上在70岁的时候就不再做这些事了。近些年，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，人们的平均寿命也越来越长。现如今，很多70岁以上的老年随处可见，更多80岁、90岁甚至是100岁老人出现。这不仅得益于我国当前的医疗水平，也是人们思想和意识的转换。很多人都开始注重养生，基本上从50岁的时候就提前进入到了养生的时候。特别是到了70岁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会拒绝做一些事，随之寿命也会延长到90岁的样子。听起来觉得让人好是羡慕，到底是拒绝做哪些事情，能够活到90岁以上的啊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为何现如今高寿人群增多？我国近些年综合国力的增强，让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富裕，在满足温饱问题的基础之上，还能够享受到更多高质量的生活。物质条件的丰富，从各种饮食上精心搭配，现在的人们基本上都不会有营养不良等问题的出现，而且精神生活的丰富也让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曾经有专业的科研人员对于心态和寿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发现，越是心态好的人群，患有心脏病、癌症等疾病的几率也会随之减少。良好的心态对于延长寿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医疗水平的提升和更多优秀医疗团队的出现，对于过去很多不能治疗的疾病也有了新的生机和希望。特别是近些年，我们城乡都覆盖了医疗卫生服务点，让人们实现了在家附近就可以治疗疾病的愿望。特别是针对5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国家给予了很多好的福利政策，免费体检和检验指标，能够做到及时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杜绝了过去那种小病拖、大病扛的心理。各种健康养生知识的普及，让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健康盲区，从饮食上均衡搭配，生活习惯上改变，运动上调理身体等等多个方面，让更多的人群开始注重养生和健康。正是因为人们从日常生活、精神层面、国家发展、社会关注等多个层面，才让现在高寿人群越来越多。相信在未来，我国的高寿人群会增加到更多。其实，对于那些能够活到90岁以上的人群，他们基本上在70岁以上就开始杜绝做5件事情了。到底是不做哪5件事可以让寿命更长久呢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70岁以上不再做的5件事。不再吸烟喝酒。很多老年人还像年轻时候那样，烟瘾酒瘾都特别大。吸烟有害健康这句印在烟盒上警示语，并没有引起吸烟爱好者的注意。特别有些人烟瘾大的一天要抽上1盒多。长期吸烟很容易引发肺癌、心脑血管疾病、慢性阻塞性肺疾病。根据不完全的数据显示，长期吸烟的人群寿命远远低于不吸烟的人群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老年人本就容易出现各类疾病，如果再加上长期吸烟，就会加速身体的老化，身体器官也会衰竭加速。因此，针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不管烟瘾有多大，都应该杜绝吸烟这个习惯了。其实喝酒和吸烟是一样的，都说小酒怡情，大酒伤身，偶尔的喝上几口小酒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长期大量的喝酒，那对身体的伤害就太大了。我们暂且不说老年人，每年在新闻上光是年轻人因为大量酗酒造成猝死的都不在少数，更何况是身体机能各项退化的老年人，每天还像年轻人似的喝酒，那身体肯定是要出问题的。长期饮酒会诱发多种疾病，包括酒精性肝硬化、肝癌、慢性胰腺炎，甚至是胰腺癌。如果想要长寿，到了70岁的年龄，就一定要戒酒才行。戒烟戒酒是人到70岁以上的时候必须要做的头等大事。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些外界因素影响了寿命，哪头轻哪头重，应该是老年人可以拎得清的。不再吃垃圾食物。老话说民以食为天，谁都想多吃点好吃的东西，也想品尝现如今社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美食。可是老话也说了，病从口入，在日常饮食上，不要各种垃圾食物随意吃，那些高油炸、高热量的食物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和三高疾病，
老年人的身体代谢能力比较慢，垃圾毒素排不出去，都堆积在身体内，时间久了就会堵塞身体内部的结构和机能，疾病也会随之而来。还有像腌制食物、熏制食物、霉变食物、高糖食物等等，一定都不要再吃了。很多老人保留着过去传统节俭的生活习惯，经常吃隔夜的食物和饭菜，这对于身体也是非常不利的。平时在三餐的制作时可以少量做，保证每顿都吃新做的食物。对于隔夜或是间隔2-3天的那种，千万不要再吃了。3. 不再讳疾忌医。过去很多老年人讳疾忌医，别说定期体检了，即便身体有些不适，也不愿意去医院就诊，常常是能拖就拖，往往小毛病变成大毛病，小问题变成大问题。其实对于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，医生就建议每年都要定期的进行身体检查，这样发现小问题可以及时治疗，也能够关注到潜在的慢性疾病状况。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不要再讳疾忌医了，一定要定期的配合医生进行身体的检查，这是长寿很关键的点。4. 不再拒绝运动。有些老人可能因为自身的不便或是其他一些因素，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反而不再运动了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无论是在哪个年龄段，每天保持运动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剧烈运动肯定是不合适的。很多老年的身体情况承受不了剧烈的动作，但是在日常生活中，坚持慢跑、走路、练太极、瑜伽等等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方式。不管怎么样，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，运动可以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，让身体机能退化延缓，对于长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5. 不再熬夜。熬夜对于70岁以上的人群来说，这是大忌。熬夜会让人的内分泌系统紊乱，年轻人总是熬夜，身体都会出现问题。更何况是体质偏弱的老年人，这类人群更不适合熬夜。本来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就差，而且睡眠时间也比较短，如果再加上长期熬夜，不仅精神状态会直线下滑，还会诱发很多疾病发生。3. 老年人如何健康养生。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如果想要长寿，刚刚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问题千万要杜绝，不然长寿之路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。那么怎样的生活方式会让老年人更加健康长寿呢？这是每个老人都应该学习和了解的。过了70岁以后，人的身体会发生很大的改变。要问长寿的秘诀是什么，健康养生肯定少不了。合理的饮食是尤为关键的，平时吃东西以清淡为主，摄取丰富的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减少高盐、高脂肪的食物摄入。对于到了这个年龄段的老人而言，就不要过于勤劳能干了，不要把工作再放在首位，应该更多的投入到放松身心当中，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如旅行、读书、运动当中。心态是长寿的良药，到了70岁以后，不要总是处于悲伤哀叹当中，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，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情。对于各种负面情绪和精神压力，统统都要抛之脑外。心理健康才能让身体更加健康。能够活到9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可以通过观察发现，他们具有很多的共同点。通过70岁以上的种种改变和努力，让老年生活变得格外精彩。现如今生活水平这么好，我们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。从改变自己做起，用实际行动杜绝不好的生活习惯，迎接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。结语：人到70岁以后，就步入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。这个阶段是我们进行自我修复和调整的阶段。如果在70岁以后能够拒绝吸烟酗酒，不爱运动、垃圾食物、讳疾忌医、经常熬夜这类的不良习惯，那么未来的长寿之路就会越走越远。舍弃不必要的工作压力，让自己过上轻松自在的生活，多注重养生保健，日常多学习和看书，关注心理健康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坚持适度的户外运动，增强身体抵抗力。这些变化都会让老年人的人生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也为他们能够活到90岁奠定了基础。珍惜健康和生命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短短人生几十年，怎么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，是需要我们好好衡量的。对于能够活到90岁以上的人群，他们70岁就开始做的改变，你有什么感悟呢？